警告：地球能量失衡已经达到1960年有观测以来的最高点，我们的地球正在发烧。这是今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一份重磅警告。这个观测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过去几十年里，每1秒钟都有一枚原子弹在海洋深处悄然爆炸。今天我就用最通俗的方式讲清楚什么是地球能量失衡，它为什么会破纪录，以及我们每个人未来要面对的后果。当你听完今天的内容，你会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每日科普助眠1小时，我是睡与深空，你可以点赞收藏，找个舒服的姿势睡觉了。第1章，什么是地球能量失衡？要理解什么是地球能量失衡，我们首先需要明白地球原本是怎么保持体温稳定的。想象一下，你的身体有一个精密的体温调节系统，天气热了，你会出汗散热；天气冷了，你会发抖产热。地球也有它自己的体温调节器，只不过这个调节器比任何人工系统都要精妙得多。地球调节温度的主要方式是通过大气的流动、海洋的循环，以及最重要的热辐射。每天，太阳向地球倾泻大量的能量，这些能量以阳光的形式抵达地球，照耀着海洋、陆地、森林和城市。地球吸收了一部分阳光，转化成热能，温暖着地表。但地球不会一直这么热下去。当地球温度升高时，它会向太空释放红外辐射，把多余的热量散发到宇宙深处。这就像你在夏天打开空调，把室内的热量排出去一样。正常的地球能量平衡是这样的：太阳给地球多少能量，地球就向太空辐射多少能量，一进一出基本持平。这样，地球的平均温度就能保持稳定，大约维持在舒适的14.5摄氏度左右。这个平衡就是地球能量平衡。但是现在这个平衡被打破了，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的东西上——温室气体。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想象现在是冬天，你躺在一张温暖的床上，身上盖着一床厚厚的被子。你躺在被子里，感觉很暖和，对不对？但如果这条被子变得越来越厚，越来越密实，会发生什么？你身上的热量会散不出去，被子里会越来越热。最初你觉得很舒服，但慢慢的，你开始出汗，开始觉得闷热，开始翻来覆去，睡不着。地球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我们排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等气体，就像给地球盖上了一条越来越厚的毯子。这条毯子有一个神奇的特性，它允许太阳光的热量进来，却不让地球的红外辐射出去。太阳光穿过大气层，照射到地球表面，把地球晒热。地球变热后，试图通过红外辐射向太空散热，但这条温室气体的毯子把大部分红外辐射拦截下来，让它们反射回地球。结果就是进来的热量越来越多，散出去的热量越来越少。地球就像一个慢慢升温的烤箱，而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烤箱里面。这就是地球能量失衡的本质，不是太阳给的太多了，而是地球捂住的热量太多了。为了让你更直观地感受这种失衡，
我想给你一个数字。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数据，2023年的地球能量失衡程度是1990年的2倍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一年地球捂住的热量都比前一年更多。如果我们把地球想象成一个正在被加热的浴缸，水龙头开着太阳热量输入，排水口也开着地球热量输出。正常情况下，流入的水量和流出的水量相等，浴缸里的水位保持不变。但现在水龙头开得越来越大，而排水口却被一点一点堵住，结果浴缸里的水，也就是地球储存的热量在不断上涨。1960年，也就是人类开始系统性地监测地球能量平衡的那一年，这个浴缸的水位上涨速度大约是每年1厘米，而现在这个速度已经变成了每年10几厘米，而且这个速度还在加快。这就是世界气象组织所说的破纪录的意思，不是一次性的爆发，而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如今终于累积到临界点的危机。第2章，为什么是现在？破纪录的背后，要理解为什么地球能量失衡，现在破纪录，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人类观测这段历史。1960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从那一年开始，人类有了系统的、连续的、高质量的地球能量观测数据。那时候正值冷战高峰期，美苏两国在太空竞赛中投入了巨大的资源，气象卫星、海洋探测器、大气监测站、各种观测设备被部署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科学家们开始能够准确地测量有多少太阳能到达地球大气层，有多少被反射回去，有多少被海洋吸收，有多少储存在陆地生态系统中。60年来，这些数据一直保持着惊人的连续性，即使在美苏关系最紧张的年代，科学家们也没有中断过观测，因为他们知道这些数据关乎全人类的未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60年的数据告诉了我们什么。在1990年代之前，地球能量失衡的增速相对缓慢，那时候温室气体排放虽然在增加，但还没有达到后来那种疯狂的程度。海洋还在能够消化大部分多余热量的状态。但从1990年代开始，事情发生了变化。全球工业化加速，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能源需求爆炸式增长，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燃烧量创下了历史新高。相应的，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从1990年的约350-400万分之一，飙升到了现在的超过420万分之一。这个数字是过去80万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如果说地球能量失衡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那么2023年就是所有压力集中爆发的一年。那一年，我们见证了太多史上最的记录，史上最热的夏天，史上最热的月份，史上最热的海洋温度。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了1.4摄氏度以上，距离巴黎协定设定的1.5摄氏度警戒线只有一步之遥。那一年，北极的海冰面积创下了历史新低，南极的冰架在以惊人的速度崩塌，地中海沿岸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极端高温，多个国家报告了超过50摄氏度的气温，亚马逊雨林出现了大规模干旱，
树木在燃烧，碳汇在变成碳源。所有这些事件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地球的能量失衡已经严重到开始触发各种连锁反应了。但最令人担忧的还不是这些已经发生的极端事件，最令人担忧的是2023年的厄尔尼诺现象还没有真正发威。当厄尔尼诺在2024年真正到来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加极端的气候表现。世界气象组织选择在2024年发布这样一份警告，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要告诉全世界的是，这不只是某一年气候异常的问题，而是一个系统性、深层次的危机正在加剧。在地球能量失衡的故事中，有一个关键角色常常被我们忽视——海洋。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约71%的面积，是地球系统中最庞大的热量储存器。当大气中的热量增加时，海洋会吸收其中约90%的多余热量。这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对吧？海洋在帮我们挡热，但问题在于，海洋吸收热量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这个过程会带来一系列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后果。首先，海洋在变热。2023年，全球海洋的平均温度创下了历史新高。更可怕的是，海洋吸收热量的速度在加快。以前，海洋可以轻松吸收人类排放的大部分热量，但现在，海洋已经开始吃饱了。它吸收热量的效率在下降，而排放回大气的热量在增加。其次，海洋在酸化。当海洋吸收过多的二氧化碳时，海水会变得更具酸性，这对珊瑚礁、贝类、浮游生物等海洋生态系统来说是灾难性的。许多海洋生物的骨骼和外壳是由碳酸钙构成的，而在酸化的海水中，这些结构会溶解。试想一下，如果海洋中的珊瑚礁大规模死亡，如果海洋食物链的基础崩溃，整个海洋生态系统将会发生怎样的巨变？第三，海洋在膨胀。热胀冷缩是基本的物理原理。当海水变热时，体积会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而如果冰川和冰盖也在加速融化，注入海洋的水量会增加，海平面上升的速度会进一步加快。目前，全球海平面正在以每年约3.7毫米的速度上升。这个速度听起来不快，但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几十年、几百年，后果将是毁灭性的。沿海城市可能会被淹没，岛国可能会从地图上消失，数百万人可能会被迫离开家园。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们说，海洋是气候变化的沉默证人，它在默默承受着我们的错误，而它的回应将是漫长的、难以逆转的。第3章，我们正在亲手捂上的热水袋。在所有的比喻中，我觉得热水袋这个比喻最能说明问题。想象一下，现在是寒冷的冬天，你躺在家里的床上，觉得冷，于是你灌了一个热水袋，抱在怀里。热水袋散发着温暖，你觉得很舒服，渐渐睡着了。但问题来了，你睡着了，热水袋里的水还在慢慢变凉，你觉得不够暖了，于是又灌了一个更热的热水袋。你把它放在原来的热水袋旁边，2个热水袋一起散热，你又觉得暖和了。但过了一会儿，你又觉得冷了，于是你又灌了一个更热一点的热水袋。这个过程不断重复，你往床上放的热水袋越来越多，
每个热水袋都比上一个更热，而你依然在沉睡，不知道床上的温度已经悄悄升高了。地球就是那张床，而我们就是那个沉睡的人。我们给地球灌的每一个热水袋，就是我们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而这些热水袋里的水，每一年都比上一年更热。1960年，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相当于灌了一个温度适中的热水袋。2024年，我们排放的温室气体相当于灌了数十个滚烫的热水袋，而这些热水袋散发的热量，正在让整张床变得越来越热。不同的是，热水袋里的水凉了，我们可以换新的，但大气中积累的温室气体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自然消散。无论我们现在做出什么改变，地球的温度都会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升高，因为我们已经灌了太多的热水袋，它们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散热。这就是科学家们所说的气候惯性。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你立刻踩下刹车，车也会继续滑行很长一段距离才能停下。地球气候系统同样如此，它的刹车距离可能长达几十年。但这里有一个更令人担忧的问题，科学家们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地球能量失衡的增速正在加快。也就是说，我们每年捂住的热量比前一年更多。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即使我们从现在开始减少排放，即使我们明天就实现碳中和，地球的温度依然会在惯性作用下继续上升。而且由于系统越来越不稳定，这种上升可能比模型预测的更快、更剧烈。在一些关键区域，我们可能正在接近所谓的临界点。什么是临界点？想象一个斜坡上的小球，最初，小球在斜坡底部的一个小凹陷里稳稳地待着，即使有人轻轻推它一下，它也会滚回原位。但如果有人把这个小球推到了凹陷的边缘，只要再往外一点，小球就会滚落到坡底，甚至一路滚到更深的山谷里去，再也回不来了。地球气候系统中也存在这样的凹陷，而人类活动正在把这个小球一步步推向边缘。比如，北极的海冰就像一层巨大的白色遮阳伞，把大量太阳光反射回太空。但如果海冰融化太多，露出下面的深色海水，海水会吸收更多热量，加速更多海冰融化。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比如，亚马逊雨林就像一个巨大的碳仓库，储存了巨量的碳。但如果森林砍伐和干旱导致足够多的树木死亡，这个碳仓库就会变成碳源，向大气释放大量二氧化碳，进一步加剧变暖。比如，西伯利亚的永久冻土层封存了大量远古时期的有机物，包括巨量的甲烷。但如果冻土融化，这些有机物会分解，释放出甲烷和二氧化碳，进入大气，加速全球变暖。科学家们不确定这些临界点具体在什么时候会被触发，但他们确定的是，每增加一点温室气体排放，我们就离这些临界点更进一步。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抽象的概念拉回到具体的现实。地球能量失衡已经在我们眼皮底下引发了一系列变化。首先，极端天气变得更加频繁和剧烈。2023年夏季，北半球多地
经历了破纪录的高温天气。意大利西西里岛记录到了 48.8 摄氏度的极端高温，这可能是欧洲有史以来测得的最高温度。美国死亡谷的温度一度达到 56.7 摄氏度，几乎可以煎鸡蛋。热浪不仅带来不适，更是致命的。每年有数十万人死于与高温相关的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对于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户外工作者来说，极端高温是真正的生命威胁。其次，暴雨和洪涝正在加剧，大气变暖意味着空气可以容纳更多的水汽。当这些水汽以降雨的形式落下，往往是倾盆大雨式的。2021年郑州720暴雨，2023年北京721暴雨，2023年利比亚洪灾，每一次极端降水都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第三，干旱和野火正在蔓延，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地中海沿岸曾经郁郁葱葱的地区，如今经常被野火吞噬。2023年，夏威夷毛伊岛的野火造成了超过100人死亡，成为美国100年来最致命的野火灾害。而这一切的背后，是越来越干燥的植被和越来越猛烈的干热风。第四，海洋生态正在崩溃，全球约1半的珊瑚礁已经消失，而剩余的珊瑚礁正在经历连续的大规模白化事件。珊瑚白化就像是珊瑚在高烧中挣扎，如果高温持续，它们最终会死亡。珊瑚礁虽然只占海洋面积的不到1%，却养育了约25%的海洋物种。如果珊瑚礁消失，整个海洋食物网都将受到冲击。第五，冰川和冰盖正在消融。阿尔卑斯山的冰川在过去1个世纪里已经缩小了超过1半。格陵兰冰盖每年流失的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是亚洲多条大江大河的水源，如果它们消失，数亿人的淡水供应将受到威胁。所有这些变化都在提醒我们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正在亲手改变这个星球。第4章，我们每个人要面对的后果。说了这么多，也许你会问，这些听起来都很可怕，但对于我这个普通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在讨论气候变化时，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事不关己的心态。我们知道冰川在融化，知道海平面在上升，但这些事情似乎发生在很远的地方，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联系。但事实真的如此吗？让我们把镜头拉近，看看气候变化如何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首先是粮食安全问题。气候变暖正在改变全球农业格局，热浪和干旱会降低农作物产量，而极端降水和洪水会毁坏农田和庄稼。你可能已经注意到，近几年的蔬菜、水果价格波动越来越大，某些季节、某些品种的价格涨幅惊人，这背后有气候变化的影响。预计到2050年，全球粮食产量可能下降10%到25%，而世界人口却在继续增长。粮食安全将从一个遥远的议题变成我们餐桌上的现实问题。其次是水资源问题。随着气温升高，蒸发量增加，而降水模式变得更加不确定。一些地区会更加干旱，而另一些地区会面临更多的洪涝。
同时，冰川融化会短暂地增加河流的水量，但一旦冰川消失，下游地区将面临长期的水源短缺。全球约18亿人已经生活在水资源紧张的地区，而这个数字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会大幅增加。水冲突因为争夺水资源而引发的地区紧张甚至冲突可能会变得更加普遍。第三是健康问题。气候变暖直接影响人类健康的方式有很多，热浪导致的直接死亡，传染病媒介的地理范围扩大，空气污染加剧引发的呼吸系统疾病，心理创伤研究显示，气候相关灾害与焦虑、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气候变化每年直接导致约15万人死亡，而这个数字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会急剧上升。第四是经济问题。极端天气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正在呈指数级增长。2023年，全球因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800亿美元，而这只是有形的经济损失，还有无数无形的社会成本、生态损失和人类苦难，无法用金钱衡量。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保险费用上涨、房价波动、就业机会的不确定性增加。气候变化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安全问题。第五是迁徙与冲突问题。随着一些地区变得不宜居住，太热、太干，或被海水淹没，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被迫离开家园。联合国估计，到2050年，可能有多达2亿人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会给目的地地区带来巨大压力，可能引发社会紧张、文化冲突，甚至暴力事件。气候变化正在以一种我们才刚刚开始理解的方式，重塑全球人口分布和国际关系。说到这里，我想起了那个著名的温水煮蛙的比喻。据说，如果把一只青蛙放进沸水里，它会立刻跳出来；但如果把一只青蛙放进冷水中，然后慢慢加热，青蛙会因为适应了水温而不会察觉危险，最终被煮死。这个比喻用来形容人对缓慢变化的不敏感，但实际上，科学家们早就做过实验，发现这个比喻并不准确。真实的青蛙在水温上升到不舒服的程度时，会尝试逃离。真正的温水煮蛙其实是人类自己，因为气候变化发生得太慢了，每年只有0点几度的升温，我们很难察觉。我们每天关注的是明天的天气、下周的考试、下个月的工资。我们的注意力被眼前的琐事占据，很难去思考10年、20年，甚至50年后的事情。而且，气候变化的影响是分布不均的。在短期内，一些地区甚至可能从气候变化中受益，比如原本寒冷的北欧地区，可能因为变暖而更适合农业发展。但这种受益是短视的，最终没有人能从失控的气候变化中真正获益。我们的后代呢？他们将继承一个什么样的地球？这是一个我们这代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今天的每一个选择，开什么样的车，吃什么样的食物，住什么样的房子，都在为他们的未来投票。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地球会变成什么样？科学家们通过气候模型给出了几种可能的场景。
如果温室气体排放继续以目前的速度增长，到2100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4到5摄氏度。4到5摄氏度听起来不多，但让我们来看看这意味着什么。在4摄氏度的世界中，全球海平面可能上升0.5到1米，淹没沿海城市和低洼国家，极端高温将成为常态。中东和南亚部分地区可能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海洋可能进一步酸化，珊瑚礁系统可能彻底崩溃，亚马逊雨林可能大片死亡，释放出巨量碳排放，数十亿人可能面临缺水、缺粮和极端天气的威胁，大规模人口迁徙可能引发全球性冲突和社会动荡。这不是科幻小说的情节，这是许多顶尖气候科学家基于当前趋势推演出的可能未来。但这不是唯一可能的未来，我们还有选择。第5章，改变正在发生，而且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快。过去10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太阳能和风能的成本急剧下降，现在已经是人类历史上最便宜的电力来源。在许多国家，可再生能源已经开始取代化石燃料。电动汽车的普及速度同样令人惊叹，电池技术在进步，充电基础设施在完善，消费者观念在转变。挪威已经实现了电动汽车销量超过燃油车的里程碑。中国、欧洲、北美的电动汽车市场都在快速增长，城市正在变得更绿色、更宜居。公共交通系统在大规模扩张，自行车道在增加，城市绿化在增加。许多城市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碳中和目标，并正在努力实现它们。企业和投资者正在觉醒，越来越多的公司意识到，气候变化不仅是风险，也是机遇。那些提前布局绿色技术的公司正在获得竞争优势。ESG 投资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正在成为主流。在这里，我想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在一片黑暗的森林里，一个人迷失了方向。他走了很久很久，周围只有无尽的黑暗。他开始绝望，觉得自己永远也走不出去了。就在这时，他看到远处有一点微弱的亮光。起初，他怀疑那是不是萤火虫，是不是星星，是不是自己的幻觉。但那光确实存在，而且随着他向前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亮。最终，他走出了森林，来到了光源处。那是一盏小小的灯，被一个孩子举在手里。孩子说：“我在等爸爸回家。”爸爸说：“如果有灯亮着，迷路的人就能找到方向。”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微小的光也意味着希望，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那束光。面对气候变化，我们不需要成为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我们只需要成为那个举着灯的孩子，让光亮着，让希望传递，让更多人看到方向。你今天听到的这些知识，就是你手中的灯，不要小看它的力量。地球已经存在了约46亿年，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它经历过无数次剧烈的气候变化，冰河时代、温室地球、小行星撞击、火山大爆发。生命在这一切中诞生、演化、灭绝、重生，展示了惊人的韧性和适应力。地球不需要我们拯救，地球会活下去。但是我们人类呢？
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意识、有情感、有梦想的存在。我们是唯一会思考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生命。我们是唯一能够理解自己正在做什么，并且可以选择去做什么的生命。这是我们的特权，也是我们的责任。地球能量失衡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人类活动的力量有多大，大到可以改变整个星球的气候。这种力量是双刃的，它可以造成破坏，也可以创造改变。关键是我们选择如何使用它。今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警告是一声警钟，它提醒我们正在走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而我们还有时间改变方向。但这个时间窗口正在缩小，所以不要把这期内容当作又一个让你焦虑的信息，不要让绝望和无力感占据你的心灵，相反，把它当作一次觉醒。当你明天早上醒来，推开窗户，感受空气的温度，也许会想起今天听到的内容，也许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受，也许你会少开一次车，不是因为今天油价又上涨了，而是真的想去走一走。每一个小小的改变都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你对地球能量失衡这个话题有了新的理解，欢迎在评论区和我分享你的感受。愿地球安好，愿你今夜好梦，晚安。